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前天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奇葩事，也就是2023年2月12日发生在德国一件事情。柏林又进行了选举，这怎么回事呢？选举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神圣选票嘛，对不对呀？而且选举是西方选举制国家当中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呢自称亚洲民主典范的某个岛，有些人呢经常以此来呛大陆人，说你看我们有选票，你们大陆有吗？确实啊，像德国这样的选票不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人都配拥有的啊。但选举真的是万能吗？一有选票就让每个人都富裕吗？每个人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吗？我们回到过去，2021年9月26日是上次德国大选日，而就在同一天，德国首都柏林也举行了州选举。在这里我想说说德国的行政区划，像柏林啊、汉堡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北京、上海、重庆这种直辖市一样。也就是说，德国柏林啊还有汉堡这种，它的行政机构与其他联邦州是处于同等水平的。也就是说，那天在柏林的选举也是德国一个联邦州的选举，这是除了德国大选之外第二重要的选举。但是后来爆出啊，同一天德国柏林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当天选举组织工作漏洞百出，混乱不堪，很多投票点的工作出现事故，还有部分柏林的选民在晚上6点之后，也就是投票的期限已经结束之后呢，还进行了投票。各选举点报告出现的事故甚至呢超过100起以上，所以无法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因事故无法进行投票，或者已经超过了那个时间点又去投票，反正呢非常的混乱。同时18点之后投票肯定是应该视为无效的。话说德国也算成熟的所谓民主制国家，可是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组织上的错误呢？那德国人的严谨要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有人故意在后面操弄这次选举，以便赢得这次选举呢？怎么能把神圣的选举当儿戏呢？真的让人费解。那次有争议的选举导致了现任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在那个政党叫社民党得票率最高，而且阻隔成功，所以成了执政党。因为那次选举有争议，所以有人就告到德国宪法法院去。2022年11月16日，德国宪法法院作出判决，由于存在诸多错误和疏漏，所以2021年9月26日那次柏林州的选举无效，而且柏林必须在90天内重新进行选举。于是才有了前天，也就是2023年2月12日柏林的重新选举这种闹剧。不过不知道啊，现在德国人多了这次投票的机会，是不是他们更自豪了呢？是不是又可以高调的说，你看我们的民主有自我纠错能力？这次选举为了避免重复错误，所以本次重新选举投票工作增加了好几千工作人员，接受了更严格的培训。也就是说，那以前的培训不严格了，对不对？同时投票点也增加了，还请了国际选举观察员来监督整个选举过程。据说啊，这次选举组织工作有条不紊，国际选举观察员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对选举成功举行也做了确认。现在我们来看本次柏林重新选举的投票结果。结果显示，我们看颜色啊，黑色是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原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所在那个政党。这个政党呢，被德国这个主流社会或是媒体呢划归为保守党，也就是中间稍微偏右的一个政党。它得票率这次最高，达到 28.2%， 比上次也就是比2021年也就无效那次呢高了 10.2个百分点。得票第二高的是红色的这个现在的柏林的执政党，也就是派出柏林市长的那个政党。这个政党呢得票率 18.4%， 但是呢比1年多前得票少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21% 点多下降到 18.4%。 如果用下降的百分比来说啊，由原来 21% 点多下降3个百分点，也就是下降了大概 15% 左右，对吧？这下降的幅度其实非常大的啊。有意思的是，我们看绿色啊，这是德国绿党它的标志。
这次呢，它的得票率为 18.4%。据德国媒体报道，绿党的得票数只比这个红色的社民党少了105票，也就是说，两个党它的得票的票数呢非常的接近。然后呢，第4个大党就是这个粉色的或是紫色的那个左党，得票率是 12.2%。然后呢，这个蓝色的就是德国的被主流媒体还有德国主流社会划归为右翼民粹的政党，叫德国选择党，得票率 9.1%。接下来我们看看德国电视1台公布的这个席位的分配啊。这个柏林的议会，它是个州议会啊，它虽然是一个市，但是呢，它属于一个州。柏林州议会它一共有159个席位。按照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各个政党得票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政党它在这个议会当中有多少个席位。我们看黑色的就是德国的基民盟，它是得票率最高 28.2%， 前面我们看到，那么它就有52个席位在议会当中。接下来就是德国社民党红色的，还有绿党绿色的，他们都是分别有34个席位。然后就是左党有22个，还有那个德国选择党17个。既然159个席位，那么如果是按照过半的半数，那就是80，对吧？也就是说，你这个执政党或者是你2个3个执政党，只要你们合起来，你们的席位超过80席，原则上你们就可以组阁，就可以执政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议会的5个党，他们都没有超过80个席位，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党可以单独执政，那么他们只能寻找其他的伙伴来联合执政，组成执政联盟，就像现在德国这个联邦政府一样，也是3个政党，所以叫红绿灯政府。因为它是红色就是德国社民党，也就是肖尔茨总理这个政党，还有呢绿党红绿灯，对吧？红绿，还有另外一个是自民党是黄色的，所以变成红绿黄，就是交通灯那个颜色。那我们回到柏林这里啊，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超过80个议席在议会上。如果 CDU 也就是这个基民盟黑色的这个啊52个席位，他想执政必须要找一个政党跟他联合执政，因为他还少28个席位啊。有2个可能性，一个红色的就是德国社民党，另外一个是绿党，他们分别有34个席位。如果他们同意与基民盟联合执政，那他们就超过半数了，可以组阁成功。因为目前德国柏林这个政府啊，它是3个政党的联盟，而且3个都是左翼的啊，分别是红色的这个德国社民党、绿色的德国绿党以及这个紫色的德国左派党，这3个党联合执政。而且这3个党很可能啊，就红色的不可能他放下身段，自己呢作为老二跟这个黑色的基民盟组成新的联合政府，不可能。因为他现在这个 SPD 就红色的这个政党啊，他是派出一把手，如果是他跟这个黑色这个基民盟组成联合政府，那他等于是丢掉了他的这个市长的职位，可能只能当某个部长了，所以目前看来应该不可能。那个绿党呢也不可能，因为绿党它的政治理念呢跟这个基民盟相差太远了，就是说他们的公约数非常的小，所以呢我觉得绿党可能也不愿意。那剩下还有2个党，一个是左派党，另外一个是右翼的这个选择党，也不可能。因为在德国虽然所谓的民主制度，可是呢任何一个党都非常排斥这个右翼的这个选择党。你看他们不能容忍人家右翼，因为这个右翼的政党他们也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啊。那你为什么其他政党还有德国的媒体一味的排斥这个政党呢？虽然这种选举提示人说我们的民主制度有包容性，可是呢涉及到具体的事情呢就完全没有包容性，也就是他们只有唯一性排他性。那么现在尴尬的事情，有讽刺的事情就来了。我们一直都知道啊，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的原则，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看看德国这个所谓的民主制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这个席位的分配啊，黑色的这个基民盟它有52个席位，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柏林议会当中最大的一个执政党。本来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么应该是这个黑色这个基民盟出来组阁，对不对？他出任这个州长啊。可是呢并不这样，按照目前的那个得票率来说，很可能什么都没改变。也就是说原来他们非法篡位的，现在呢通过这次选举合法化了。也就是说红色的、绿色的还有紫色这3个政党，目前的执政党继续执政。本来选民投票就是想有改变嘛，对不对？否则这个黑色这个政党，也就是基民盟，它不会多出10个百分点啊。而其他3个党，也就是现在在这个执政联盟里面的这3个执政党，他们在这次重新选举中都失利了。比如说这红色的 SPD， 也就是社民党，它丢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呢丢了15%左右的选票。绿党也丢了，还有左党也丢了。其实他们3个都是输家，可是呢他们3个这个政党很可能厚着脸皮继续执政，根本不管选民发出的信号。选民他们通过选票交给的任务就是呢让这个黑色这个基民盟上台。可是按照德国这个选举法，只要你的政党能够成功组阁，你们就可以执政。不管你这个党是不是得票率最高的啊，只要你成功组阁就可以执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一大块在议会当中52个席位，很可能到时候呢变成了最大的反对党，由选举的赢家变成最大的反对党。这就是目前德国选举制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问题，存在的弊端，或者是这种西方选举制他们认为自己那么完美的，但是呢存在可能一种设计的缺陷，一个错误。所以由本次重新选举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有很多个政党可能要联合执政之外，另外从在议会当中5个政党可以发现，现在啊德国整个政治生态是这样啊，政党碎片化，就表明啊整个德国社会他们非常的分散，非常撕裂，而且这个撕裂程度比以前更严重了。以前我记得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当时呢德国就是2个大的政党轮流执政，一般来说1个政党就可以了。后来演变到要2个政党才可以联合执政，然后再后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要3个政党共同组阁才能联合执政，否则他们的席位在国会过不了半呀，过不了半，那你就是少数政府，那在很多你的法律法规或是法案你想通过就通不过，因为你在国会呢没有多数，对不对？而且我发现目前这种多个党派联合执政的整个社会碎片化的撕裂的，并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选举制国家应该是常态化的问题了。现在也就是说德国社会或者说整个西方选举制社会很难达成共识，这体现在我们刚才看的这议会的组成，对吧？5个政党在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党在里面呢？这与德国选举法有关。德国选举法规定，只要你这个政党得票率达到或超过 5%， 就有权进入议会。比如说州议会，或者是如果是德国大选，那就是国家的议会了，对不对？从刚才我们看见席位分配就可以知道，到议会开会的时候啊，那5个政党是不是会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每个政党都有每个政党自己的利益啊，对吧？我在这里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啊。中国有句俗语叫3个女人唱台戏，对不对？那如果你在一个国会里面不止3个政党，而是5个政党，那议会开会的时候还不吵得不可开交啊，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到时啊在议会当中大家大打出手，当然主要是语言上的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很难达成共识。我们知道本来很多政策是好的，但是呢各个党派有自己的私利啊，就是不让这样的好的政策通过。也就是说他们党派的利益是凌驾于国家利益，或是凌驾于选民的利益之上的，最后导致了什么？导致了这任期4年或者5年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这行政机器在空转，但是花了无数纳税人的钱。前面我们已经谈的，在这里我就一句带过。前面说过，就是本次柏林重新选举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那就是呢，得票最高的那个政党，也就是前面看到黑色那个政党，叫基民盟，它得票率最高28.2%，席位也最多。可是因为这个选举制度的设计的缺陷，也不得不变成最大的反对党。所以说，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考虑选民的诉求，最后呢，还是目前这个执政联盟继续执政。也就是说，选民本来想 change， 可是呢，这些执政党为了自己一党私利，为了执政，根本把选民的诉求抛在脑后，什么都没变。也就是说，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搞重新选举，等于是投了一个寂寞，对不对？总之啊，虽然选举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没有任何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反而问题更多了。得票最多的政党，我们刚才说了，不得不做反对党；得票更少的，而且选举失利的3个政党，却厚着脸皮继续执政，完全不顾选民的诉求。那选民看见这样的之后，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冷清了呢？这也是为什么你看现在选举制国家的人对自己的那个制度越来越不自信。当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快速的发展，中国快速的崛起。因为西方这些国家一直把中国的社会制度说得多么的不堪，说中国是什么独裁的制度、专制的制度，是非常一种邪恶的制度。然后德国的媒体一直在宣传中国的执政党是怎么样压迫自己的人民的。可是中国这么不堪的制度，在过去几十年发展那么迅速，而且是西方自己的专家、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很可能在5年之后，或是10年之后，在经济上一举超过目前最强的那个国家。那为什么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一呢？倒是他们会这样问啊，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制度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也就是说，到时很可能西方选举制那些精英就不能为所欲为了。这就是西方目前非常困惑的地方。总之，通过这次柏林重庆大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他们西方所谓的那么优秀的完美的这选举制并不是那么回事。而德国人也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那么严谨。从这次柏林重庆选举就体现出来了，其实他们在大的项目还有这种组织工作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错误。另外，德国柏林国际机场也是德国人不严谨的一个例子。这个国际机场大家知道吧，它推迟了9年才完工，而且它的花费比原计划多出了2倍，也就是最后花费的钱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这个柏林机场相当于应该是北京大兴机场的规模的1/3吧，而且它是没有轻轨、地铁这种高速公路的。而北京大兴机场呢，不仅包括机场本身，还包括轻轨、高铁、什么高速公路等等，全部在一起4年不到时间。而德国柏林花了10多年，竟然超过9年多的时间才完工，这史上未有。汉堡的还有斯图加特那个 S21 它的火车站的扩建工程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德国真的在很多方面正在走下坡路。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应该自信一点，德国人真的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严谨。好了，今天我们就是从柏林重新选举就展开一些话题。大家可以看到，西方这种选举制其实呢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它不仅呢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达成共识，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更多的撕裂，整个社会呢碎片化非常严重。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